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绕地头测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两款作品就是来自 House Studio 好时工作室出品的马年限定1:6可动人偶雅马。这个名字虽然说有点拗口啊，但是好东西哦。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两款作品，分为原色跟异色。原色这一款呢，它的官方名字叫本色净手，异色这一款呢是赤色破格。这一款原先商家定的是219体，数量非常少。后期呢在官方微信群呢又增加了几体，一共是230体。异色也就是这一款黑色的，一共66体，数量非常少，而且是随机发送的。到时候拿到手上的，如果你是买了一个单体的话呢，也不知道是拿的异色还是原色，这个就看自己了。好了，话不多说，我们今天就来盘一下它俩。之前呢，好时工作室也是出过两款生肖的限定，之前有蛇女还有龙女，两个都是女性角色，而这一次终于出了两款男性角色，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原色，把异色放一边。来，我们看一下原色啊。这一颗面雕，说实话，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众所周知啊，我个人喜好都是喜欢比较帅气的那一种面雕的，不管是潮流人偶也好，原创角色或者是日甲，对于那种老头的我是真喜欢不了。像这一款，我个人觉得，非常精细，一个斜笑，很痞帅的，特别是单耳环，好家伙，我也是单耳环，这还能不买它的吗？然后可以看一下这次的面部涂装也是他家精进了不少。虽然说我之前没有买过他家的产品，但是我也有在朋友那里还有网上看过其他的测评。这一次的面雕我觉得精细了不少，眼球在灯光下打下来，哇，很亮，有种水灵灵的感觉。整个焦发没有任何问题。它的可动眼的调节方式是打开这个焦发的后脑勺，然后整体的这个贴合度非常的好，所以你在不管哪个角度看都看不出什么破绽。头雕脖子跟头是一体的，视觉感官会更好。看一下背部，没有任何异色的地方，还是非常帅的。我个人喜欢这个角度非常帅。侧面这个高鼻梁然后我们打开它的后脑勺来看一下。打开了以后可以看到内部的这个可动眼，虽然说没有调节器，但是开口比较大，所以你在调节用手也是没有问题的。戴这个焦发的时候要当心两边的鬓角开口要给它左右卡住再往下，不然的话呢很容易蹭到这两边鬓角的这个漆面。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整个的衣服。首先我们来看上半身，整个上半身的这个面料两款虽然说样子是一样的，但是面料是完全不同的。首先看一下这款原色的这个布料很薄很透，摸上去这种亚麻布的一种质感，也挺舒服。外层的这一件可以看一下这个材料，说实话我对这个材质不是特别的了解，很多名词我都说不出来，只能大家来肉眼看一下。这两边涂装都有，背部也是我比较喜欢的，这个印刷的这个立体质感也是非常不错，让我想到了就是以前暴走族的那种外套披风因为下方也有这种很长的两条造型铁丝，它也是给的比较多的，从这边开始往上延伸一直到领口都是有的，然后下方一长条从这边开始一圈，完全够你去摆一些比较飘逸的一个造型。然后下方也有做旧的这个工艺，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好，外套实际上也可以自己去脱下来，然后内部呢可以去调节一下，但这件衣服的话呢不建议大家去穿脱了，会比较麻烦一点。整体布料可以看得出还是比较透的。
打理起来也比较方便，不管是外套也好，内部的这一件也是比较薄。然后可以看到内衬的这件衣服上面有个纽扣，一开始我会以为它是有个磁吸的一个点位或者是一个小扣子可以去给它固定住，但实际上是不行的，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视觉造型，飘逸，有点东西。好，然后手部这里的话呢，会有2个袖套，冰丝袖套，这个质感说实话啊，跟你平时那种戴的这种防晒的袖套啊，几乎没什么区别，摸上去很滑。然后这边又可以往下拉一点点的话，完全遮盖住了它这个球形关节，一体化的这个视觉感官还是非常不错的。好，然后到了下方，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这一条啊，算什么小牛仔裙啊，布料质感也是非常不错，下面的这个流苏有一点点弹性，可以去稍微拉扯一下。腰部这个腰带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厂家没有给你一个软胶件直接涂上去，反而给了你这个像手工编织的这种质感啊，摸上去非常舒服，肉眼跟把玩都还是不错的。到了这边2个配饰，首先挂着这个小铃铛，虽然说是个塑料的，但是可以看到这个涂装包括金属质感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很像啊，之前看林正英的电影里面急急如律令，涂装非常的立体，摸上去有棱有角，纸张也用的比较厚。然后看一下背部，当然这一个可以去拆卸，我们可以看到内部有一个金属的扣子，可以自己去解开，没有任何的问题。好，然后我们镜头拉远来看一下它这一个腿部下方的这条裤子，这条裤子2个版本也是完全不同的。这一条呢也是破旧风的牛仔裤，整个的面料比较厚，没有说特别的薄，魔术贴的一个开口，方便你去打理，口袋也可以真实的掏一下，虽然说放不了什么东西。可以看到裤脚这里都有破旧痕迹啊，这破损的。再看一下脚，袜子给它捞上去了以后，可以看到基本上你这个脚踝的关节可以完美的遮住。鞋子没有污渍涂装，很干净，底部有厂家的这个 logo， 整体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屁股都是没有带子的。好，整个的衣物咱们就介绍到这里。然后呢，我们得看一下它的可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基础的头部可动，2个素体都是一样的，所以咱们不用去2个都看，看一个就行了。素体呢是咱们厂家另外外采的啊，不是他们家单独开发的。然后头部因为是脖子跟头雕一体，可动的话会稍微差一点点。像这个素体的话，大家也都知道啊，老玩家都清楚，因为好时工作室基本上以前的版本应该也是这个素体啊，因为它不是一个静音的一个版本，所以在活动的时候能听到这个嘎吱作响，这是没有办法的。但实际上对它的可动没有太大的影响，只是听觉上会有一些的小问题。头雕360度没有任何的问题，带你去动它的头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捏这2边，尽量用脖子去旋转，不然的话很容易破损。左右前后就这个样子。手型来看一下，抬举还是非常不错的，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而且不会往下掉，关节还是比较紧。手臂往前，当然纯素体360度也是没问题的。穿衣服的话呢，抬到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往后，手肘部分非常可以啊。当然手臂前倾它也是有的，往后延伸也有，没问题。大臂旋转360度都没问题。腰部可动来看一下，一档差不多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往后仰也是一档，左右相对来说幅度比较小，左右侧身也有幅度一般。
腿部来看一下，因为这条裤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紧身的，侧踢的幅度也就这么一点，再往上的话会回弹，前踢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咱们来看一下，90度没问题，后踢没有，屈膝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很不错了。大腿旋转没毛病，脚来看一下，往前哇，幅度非常大啊，往后、左右。关节呢，相对来说是在下半身这里会稍微松一点点，但是对于普通的这种站姿啊，站立性没有多大的问题，你只要调节好了，没什么问题。然后你去做一点小型的动作也是没毛病，完全可以。好了，这一款我们就看到这里，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一个只有66体的异色，映入眼帘。一张非常凶悍、非常邪魅的面雕，没有瞳孔的纯白色的这个眼睛，非常帅。特别是这一个胶发，来看一下。众所周知啊，我非常喜欢这个颜色，我只是此刻头发上也是顶着这个小白毛。白毛的话呢，它的胶发细节会更加多一点点，可以看到啊，整个细节很满。耳环也有一个。它是一个扩耳器，而且上面也有一点做旧的痕迹，有一点点活动的空间。然后头顶这一个依然可以去打开，在我打开的时候呢，发现我这边啊是蹭了一点点漆，这边也有。这个呢，后期厂家也会关心到这一点，所以后期出货的版本，所有的这些刘海的地方都会放这个防剐蹭的这个垫片，保证到手上没有任何问题，不会出现像我这样的，基本上是不会的。好，然后脖头也是一体的红色，整个素体它也是一个红色的一个质感。然后镜头我们往下看一下，整个的衣服啊是完全不同的质感，肉眼应该也能看得到啊。内衬的这件衣服啊，布料完全不同，摸上去非常丝滑，而且有一定的弹性。外套这里的质感也是完全不同，我们做一下对比就知道了。完全两种不同的面料。我个人觉得就是凭手感的话，我觉得黑色的这个异色版摸上去更加的舒服。东西都一样，背部底部的这个做旧颜色可能稍微会有一些不同，这个无字涂装。这件我觉得更加好看一点，袖套也是一样是黑色的。我们可以看到原厂的它这个手型啊，虽然说单看很大，但是配上主体了以后没有任何的违和感，还是非常不错的。腰部这里唯一的细节不同就是这里这个符，它这个版本是用的蓝色的，质感一样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就是到了下方啊，这是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这个裤子，这是完全的一个破旧风啊。底部也是左右裤脚完全不同的这个破旧点，哇，很帅啊！下面还有这种像火焰一样的这个感觉啊，有一点点弹性，非常不错。口袋的话它也是有的。来看一下背部，哇，确实非常帅啊。好，其他的区别呢就没有了。鞋面来看一下，颜色不同。它这个鞋子有点渐变色的感觉，袜子是黑色，一样啊，可以把关节藏得比较牢实。好，主体方面这两个就差不多讲到这里，没有其他区别。重点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咱们可以看一下。镜头往上拉，我们先看到这两个的胶发，我们把它给拿下来，玩点什么呢？咱们把异色的这个拿下来，给它扣上去，有没有完全可以替换的去玩？而且这款原色用这个白发，我觉得也很好看。除了眉毛确实深了一点啊，会有一点点的违和感，其他的真的很舒服。这个也很帅，所以异色跟原色两个都买的话，我觉得可玩性会更高一点。然后看一下咱们的异色，去做一下这个吸附上去，哇，可以看一下也没毛病啊。很舒服，就唯独就是因为我这边蹭了一下，所以看上去啊会比较明显一点。总体还是非常帅的啊。来，在远处咱们再做一下这两个的对比。
好了，主体方面的话呢，咱们就讲到这里了，非常不错，我觉得把玩体验还是可以的。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包装跟配件都有什么好玩的。好了，兄弟们，包装我们也来看一下。首先两款，不管是异色还是原色，包装是一模一样的，从外面的牛皮质运输箱是完全看不出来的，要从内核才能分辨。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正面会有雅马产品的名称，下方有 House Studio 的一个标识，上下全都是有官方的这个封条的，如果你买全新的一定要记住。侧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本次的这个产品名称，还有整个包装的一个尺寸，包括重量，两个重量会有些许不同，我感觉我捏了一下啊。然后这一款我已经刚刚打开了，咱们来看一下内部的这个包装。整个牛皮纸还是比较厚的，运输过程中也不用担心，因为外包装还会再套一个运输箱，应该是。好，咱们来看一下，哇，这款我也不知道是原色还是异色啊，因为另外一个我还没拆。来看一下这一个包装，正面我们可以看到雅马2个烫金的文字，非常漂亮。正面可以看到主体啊，在这一棵树下，一个黑色的一个造型，最底部会有它的产品的一个 logo， 马年限定人偶。来看一下侧面，会有本次两款的造型，当然出厂全新的也会有商家的这个贴纸封条在这边。好，然后我们把它撕开，先看一下这个磁吸的一个包装，很有质感。哇哦，打开了以后可以看到这一边，哇，还有这个线稿一样的黑白照，还是非常帅啊。这边也会有它的一个铭文标识，我放一边。打开以后，哇，这边还有一张小卡，来看一下，很闪啊。上方山海有绿，我正期许，下面天地不羁，有我燎原。打开这一张峰会纸，来看一下内部包装。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操作指南，哇，然后海绵垫拿走，我们来看到，哇，这是咱们的这个原色，看衣服就知道了，整个包装配件一目了然。然后来看一下后面还有没有，应该是只有单层吧。来看一下后面，果然只有一个单层。好，这个包装咱们就看到这里，然后赶紧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我就知道了，肯定是异色了。实际上我个人审美对于异色我更加喜欢一点，因为它这个颜色非常合我的胃口，我个人比较喜欢黑色。同样的方式我们来打开外包装，来看一下会有没有什么区别。给它打开，哦吼，一模一样。哦去，所以你在开箱的时候还有惊喜啊，你打开这个的时候还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来，我们赶紧撕开。好，这一个也是一样，没区别。打开这一层也是一样，这是一张生肖限定小卡，还是挺有意义的。一样的一个操作指南，然后咱们来看一下异色。哇，好，异色是真帅，说实话我个人觉得是真的很帅了。配件跟内容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只是颜色
是略有不同。好了，包装方面的话呢，两个咱们都已经看完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两款的配件，除了颜色以外，会不会有什么些许的小区别？好了，兄弟们，配件咱们来看一下。首先，说明书呢，它只有这一个操作指南啊，这比较可惜的，因为你一些配件的使用方法呀，它都没有给你呈现上来，这一点比较可惜啊。如果是给一个说明书或者是一个二维码，扫了以后呢，直接可以里面会有你需要的一些信息，配件的安装方式这种之类的，那样的话会更好。没有说明书比较可惜啊。好，然后来看一下，首先手型，原色的手型也是只有3个。首先可以看到，这个，哇，造型手是真，这手型是真大啊，细节也是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凑近距离来看，近距离看一下这手型的这个质感，也不油，涂装也没问题，指甲颜色还有点深，立体感十足。好，然后2个握持的手型，这2个稍微柔韧度高一点点，上面呢都会有这个关节的这个连接器。好，然后包装里面有一个这个小东西，做的还是挺有质感的，烧焦的一个痕迹，而且这个质感不薄，不像那种小纸片啊，还是不错的，摸上去也有立体感。好，然后一个项链，这个项链里面是有造型铁丝的，我觉得它的涂装好的地方就在于这些很像那种玉，很光滑，很有质感，摸上去也非常冰凉，而不是说这些珠子，不是说给你一个塑料件啊，应该是一个真实材料，所以摸上去质感非常好。戴在脖子上然后里面造型铁丝可以自己去捏一下，没有任何的问题。接下来小盒子里面可以看到这边应该是一个耳环，我感觉是个耳环，因为它没有说明书，我只能自己去摸索，它是粘在这里的，应该可以去替换。我没有给它拿出来。然后一副小眼镜，很薄，它不是一个塑料件，摸上去感觉是一个像怎么说呢，跟造型铁丝的那种材质反正是一样，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戴在头雕上的这个质感。来，拿出我们的原色，因为没有说明书的话呢，我就不知道这个该怎么去戴啊。哎呦，这东西因为它前面有2个胶发，来看一下，哦呦，好难搭呀，它这个比较宽，大致就这个样子吧，没办法完全的给它固定上去。我觉得戴着眼镜更帅啊。来看一下，镜头我没办法拉近了，还不错就是这2边没有一个弯折的地方，如果你硬掰的话很容易断。接下来后脑勺盖光头，来看一下搭配上去了以后这个质感一样装的时候当心2边的鬓角，这里很容易卡出来，来给它稍微掰一下。好，吸附上去了，这个有点热血高校的这种感觉，小瘤子。实际上你可以去买点第三方的小配件，帽子什么的都可以去佩戴上去，它的可玩性还是非常高的。实际上它的衣服你也可以自己去替换掉。好，最后配件马头琴，哇，这马头琴很有质感啊。来看一下背部，哇，
刻画的非常舒服，摸上去很冰凉，而且这些线也是真实材料，上面铭文刻字也有，顶部也有一个小火焰的一个特效键，开模也是不锋利，磨的还是挺不错的。这应该是一个金属材料啊，摸上去很舒服。来看一下，再搭配上这个，我第一开始以为这里是一根软线，但实际上它是一根金属的，拉得非常紧啊，但是没有声音，放心。这个小配件我觉得还是非常帅的，就像咱们包装外面的这个样子，很帅。好，原色的配件看到这里，接下来来看一下异色的。异色的实际上啊，不止一些不同啊，不同的程度还是挺多的。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手型，手型刚拿出来这一个就已经不同了，兄弟们来看一下，镜头拉近，哇，它上面会有这个金色的这个漆溅在这两根手指上，很帅，这个颜色。在我们原色的这个手指上呢，就完全没有了，异色是有的，还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两个手型啊，握持的角度是一样的，颜色不同。关节这里一样，红色。然后项链来看一下啊，也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来做一下对比，颜色完全不一样，特别是这一块。底下的这两个玉是一模一样的，没区别。两个可以随意搭配，没毛病。然后同样的后脑勺可以去给它替换。我们来看一下样子，但是这个红色真的太容易蹭漆面了，我这个出厂的时候蹭的，还不是我自己弄的。来看一下啊，这个小光头的这个造型啊，这边好容易卡住。要给他手指稍微掰一下，掰的左边右边不行，我的乖乖。好，蹭上去了。红色的这个光头，为什么他这个光头造型让我想到陈伟霆呢？不知道为啥，挺帅。然后有意思的配件来了，看到吧？两个眼球可以去换啊！来看一下，眼球的瞳孔非常的小，哟，好滑呀，这个捏不住有点啊。可以看到瞳孔非常非常小。替换呢，因为说明书上没有，我只能默认像我以前玩 ROC 的一个眼球替换，去弄一个纸巾或者是软的小海绵去顶住它的这个白色眼球，顶出来，然后再把这个去替换上去。这个我们最后做那个开头造型的时候啊，我给大家拍一下，看一下样子。两颗可以去替换。最后也是咱们的马头琴，哇，黑色的这个漆面看上去非常亮，而且我没有看出明显的这个异色的一个地方。红色透明键，包括后面的符文，摸上去立体感也有，字体也非常清晰，就是颜色不同，还是挺帅的。哎呀，配件啊也是给的非常多。它这一个的话，异色它是没有给你耳环的一个替换键，就单独里面我就看到了这个眼球，其他的是没有的。最后把两个小光头给拿起来。好了，本期的这个雅马开箱把玩差不多到这里全部已经说完了。我觉得总结一下，1699的这个价格，说实话，加上这个配件，加上整体的这个做工，我觉得还是非常值的，非常可以。因为它用的面料，你抛开这个素体来说啊，实际上所有的一些东西我都觉得做的挺有质感，挺有新意的。
特别是在厂家后来群里面我又看到这个面雕啊，还有随机的一些小知识，我觉得用心程度也还是可以的，非常不错。这款产品可以说是稍微超乎了我的预期，还是做的非常不错。好了，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不忘在视频的最后来个1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本期开箱把玩就到这里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兄弟们，欢迎回到彩蛋时间。可以看到我把替换眼睛给换上去了，这个感觉像什么样子？哇，很帅啊，有点像海贼王的索隆，又有点像名侦探柯南里面的黑衣人的质感。然后就是这两个之前说的这两个空头壳实际上咱们厂家也是非常用心，这两个头雕可以自行让玩家去 DIY。首先你可以去戴帽子，对不对？不用担心它会刮蹭到什么胶发呀什么的，完全没问题。第二，你也可以用它去做一个直发的个底座，给它找手艺人或者自己动手能力比较强的给它做一个直发，这样的话呢可玩性会更高。所以说啊，这一款作品你可以把它当成光头也可以，戴帽子也行，做直发也行，可玩性还是非常高的，多样化选择嘛，对不对？好了，这次是真正的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